朋友们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上个周五我作为嘉宾，就是在新唐人电视台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里面呢，有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法国召回驻美国及澳大利亚大使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在整个周末它是一直都在持续的发酵，就是法国的愤怒之火呢，仍然是还在熊熊的燃烧，而英国媒体呢，则披露了澳洲核潜艇这个项目它是如何的风云突变，这个三国联盟它是如何成型的一部分内幕。整个过程呢，它被指是犹如像谍战小说一般。那么为什么法国的反应会如此的强烈呢？这仅仅是因为一大笔订单飞了而倍感心疼吗？尤其是在三国联盟正式宣布以后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谈论澳大利亚拥有这个先进的核潜艇部队，它究竟对南海和台海的军事格局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中共会不会因此而狗急跳墙，在台海动手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详细的讨论一下相关的话题，看看这背后它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玄机。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简要的更新一下这个事件的最新的动态，就是在昨天呢，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他呢就有针对此事来做了一个最新的表态了。他就说他对把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个决定是永远不会感到后悔。他就说他非常理解法国对取消这一订单的失望，但是呢，在与美英达成协议之前呢，澳大利亚是曾经非常明确地向法国表达了法国的常规潜艇是无法满足自己战略需求的担心，同时呢，还强调说澳洲将会根据自己的国家战略利益来做出决定。而我们看到法国这一边呢，它依旧就是怒火冲天了。法国的外交部长叫做勒德里安的，他在接受法国的第2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批评说，这个事件存在着撒谎、两面手法以及重大背信和鄙视，你不能在联盟内搞这样的把戏，那是行不通的。这个勒德里安呢，他甚至还威胁说，这场危机将影响到北约的新战略概念的定义，并且表示说，欧洲必须要有自己的战略指南针。所以大家可以听听这话就是尽管法国他没有明确的说自己准备要脱离北约，但是字里行间呢，已经多少有了那么一点我要考虑还跟不跟你干了的这个意思。搞得这个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叫做罗伯特·鲍尔的这位上将，他就赶紧的出面来淡化事态，说法国的表态呢不会影响到北约内部的军事合作。而法国政府的发言人呢，在昨天最新的通报中呢，就表示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将于近日与拜登进行一个通话。那么这次通话呢是由美方主动提议的，预计呢马克龙他会要求美方对这个潜艇合作一事来进行一个解释。那么这个三国联盟和核潜艇合作的这个协议，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英国的老牌大报《泰晤士报》他们就有挖出了一部分的内幕。这个报道呢，他就引述国防和国安圈的这些消息人士的说法，就是说，澳洲呢，其实至少是早在今年的3月份就开始秘密的部署，要转而与英美进行合作了。那么当时呢，是澳洲的海军司令叫做鲁兰的，他就有邀请英国的首席海务大臣，同时呢，也是海军的参谋长叫做拉达金的，他们俩进行了一次会晤。那么这个鲁兰他就首次直接的探问说，美英是否能够协助澳洲打造这个核潜艇。那么鲁兰他同时还明确的表示说，之前准备要向法国去采购的那个柴油电力的，就是常规动力的潜艇，无论是在速度、隐形能力、续航力、机动性以及侦察能力等等，它都不足以应对当前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共的新挑战。那么这个拉达金他返回英国以后呢，立即就向国防部报告了这件事情。那么首相办公室随即呢就展开了一个代号叫做无钩的秘密行动，那个钩就是钩子的钩。那么据说当时在全英国只有首相、外交以及国防大臣等等，最多也就是10个人知道相关的细节。之后呢，就是由英国来出面与美国进行了洽谈。
因为这个事情呢，它涉及到核技术和核原料等等，所以美方呢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去层层的协调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在英国不是举行了那个 G7 的峰会嘛？在这个峰会期间，英国首相这个约翰逊等等这些人，他就一直在默默的开始推动这个无钩行动。而且呢，是积极的布局，要把美英澳3方的合作范围要扩大到潜艇专案之外的其他的武器。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奥卡斯联盟，就是这个3国联盟，它的相关的细节呢，可以说几乎就是在 G7 峰会期间由3国的领导人当面敲定的。而根据这个专注于英国海军动态的网站叫做海军瞭望的这家媒体，它的分析呢，就是说未来澳洲史上首批的核动力潜艇的性能，渴望会超越英国当前的主力的叫做机敏级的核潜艇，而是会很有可能会比照美国最先进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核潜艇来进行打造。它的目的呢，是要确保这个 AUKUS 联盟在印太区域的安全挑战，它可以一直保持对中共的一种优势。那么从这个《泰晤士报》的爆料中来看呢，英国在促成3国联盟中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它起到的是核心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呢，法国尽管它没有直接的召回驻英国的大使，但是呢，仍然是有公开的表达了对英国的不满。就是取消了原定于本周要与英国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议。同时呢，法国还讽刺英国，说英国永远都是机会主义者，并且说英国呢就像那个汽车上的第5个轮胎。当然，这个话呢，它就是有一点挖苦英国呢，就是说你重看不重用嘛，你就是一个备胎，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摆设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英国呢是保持了自己的克制，没有以牙还牙。只是呢，由外交大臣叫做利兹特鲁斯的，他昨天呢在《每日电讯报》又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就是表示说呢，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需要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利益和我们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的承诺。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这话呢，他说的是比较外交辞令的，对吧？但是呢，实际上，他已经说出了英国积极的参与促成这个3国联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英国在成功的脱欧以后呢，它整体的一个国家战略正在发生大的转变。用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话来说，就是未来的英国将是全球英国。全球英国这个定位呢，它实际上是早在2016年就已经被这个约翰逊提出来的。在那个时候约翰逊他还只是英国的外交大臣，他还没有当上首相呢。这个提法呢，它其实已经标志着脱欧以后的英国在国际上，他对自己的位置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定位。那么现任外交大臣刚才提到这个利兹，他就对自己即将在这个秋天前往联合国去出席大会之行，他就说了一句毫不隐晦的话，他是这么说的：秋天的开始，英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插上它走向全球的旗帜。我们就可以简单一点说了，就是英国呢，它正在准备要重新成为能够参与全球事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大国。而未来全球重大安全事务的焦点在哪儿呢？毫无疑问，它不是在南海，就是在台海，对吧？所以英国它当然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做壁上观的。那么在今年的7月呢，英国就已经是公开的宣布说，将永久的部署2艘军舰在这个印太地区。紧随其后呢，英国还派遣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今年的9月就是出航到了印太区域，和日本举行一个联合的演习，并且呢，首度是停靠在了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在当时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在9月6号是正式的登上了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这个动作呢，它就被视为是英国在印太地区建立永久军事存在的一个重要的象征。那么也就是说呢，英国脱欧以后呢，它的国家战略的定位明显就与欧盟是拉开差距了。相比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在对待中共的威胁这个问题上，几乎就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他在今年6月一次关于北约使命的这种记者会上呢，是公开的淡化北约认为中共对全球构成威胁的这种说法。他就声称说，中国呢既是一个竞争对手，但也是一个我们正在与之合作以解决全球问题的大国。他同时呢还表示说，不要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抱有偏见，这绝不能让我们偏离北约任务的核心。那么这个北约任务的核心它是什么呢？它当然就是防备俄罗斯的扩张了。说白了，马克龙的态度呢就是一句话：中共没啥威胁，甚至是可以合作的对象。我们北约的核心使命呢就是防住俄罗斯就行了，不需要去管亚洲的闲事。事实上呢，欧盟的另外一个领头羊，也就是由默克尔所领导下的德国，它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腔调。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为什么三国联盟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在整个秘密推进的过程之中，都一直对法国，甚至包括欧盟，都是保持沉默，保持了密不透风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说，这个三国联盟事件它有损害了欧洲盟友对美英等国家的信任。我们客观的说呢，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个背后啊，它的确也客观地凸显了美国对法德两国啊，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其实是有所保留的。要说白了，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法德两国呢，他们始终都保留着与中共搞暧昧、搞勾兑的那么一点余地。这个与美国淡化了软弱的加拿大与亲共的新西兰，把五眼联盟变成了事实上的三眼联盟，其实它是很相似的逻辑，对吧？也就是说，身处与中共激烈对抗第一线的像美国呀、澳大利亚等等国家，他们在对待中共威胁严重性的这种认知与体会上，与法国、德国等等这些还在寄希望于从中共的手里去讨那么一点经济甜头的国家相比之下呢，他们已经有相当巨大的差异了。英国呢，可以说是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差距，他们就判定这是英国摆脱偏处欧洲那种小富即安的路线，要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机遇。这个才是我们看到现在三国联盟啊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型的深层次的根源和由来。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约翰逊他至少是要比马克龙和默克尔之流啊是更有远见的一个领导人了。从这里呢，我们可以解读出三国联盟的第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美英澳实质都已经认定，如果说在未来还会有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要爆发，那么爆发的地点它一定会是在印太，而对手一定就会是中共。而英澳呢，都认为自己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所以呢，与其在将来受到牵连，被动的去卷入战争，甚至被动的挨打，还不如现在主动的入局。目的呢，就是要避免重蹈二战时的，就是欧洲各国一厢情愿都在幻想说纳粹将会和平崛起的那个覆辙。第二层重要的含义呢，它就涉及到对这个三国联盟重要性的一个解读。我们看到啊，绝大多数的舆论在当前它都是聚焦在像诸如美国50年首度对外输出核潜艇技术，以及澳大利亚可以分担巡航南海的防卫压力等等这些话题上面。但是实际上啊，三国联盟它在地缘政治上的意义是远远不止这两点的。尽管我们看到这个 AUKUS 这个3个成员国，他们都只字不提中共，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大家都共同的来提某个重点对象，或者说大家同时都不提某个重点对象，它其实释放出来的信息意义，它基本上是等同的，是一个级别的。所以呢，这份三国联盟协议呢，事实上已经可以说是等同于美英澳三方对印太地区的安全防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承诺。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印太要爆发军事危机，那么三国联盟将毫无疑问的会成为第一道维护当地秩序的一个防线了。那么如此一来，它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态势。什么态势呢？就是中共呢，它把未来的台海或者是南海之战
看成是自己要实现对全球影响力的这种领导力的关键的一战。其实呢，三国联盟我们会发现它同样是如此，就是美国呢，它把这个呢是看成证明自己捍卫民主灯塔这个地位的关键一战，对吧？英国呢，它也是把这个看成是实现自己全球英国这个战略构想的关键一战，而澳大利亚呢，它也是把这个看成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发达国家迈向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关键一战。所以呢，一句话，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机遇，大家呢都想化危为机。我相信呢，这个可能是中共始料未及的，因为中共呢，他一直都很得意的在鼓吹嘛，说当前这个百年变局是中共崛起的一个机会，他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共倾斜。其实他们就没有想到，这同样也是其他国家的机会。我们看到法国这一次暴跳如雷，什么我们不是二等人等等这种酸溜溜的话，他都给抛出来了。其实呢，就是因为法国突然的发现自己身为5大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嘛，居然被美国排斥在了世界中心圈之外。也就是说，他们感到自己的受信任度还不如澳洲，所以难怪呢，法国要威胁我要去另立山头了。那么这个 AUKUS 联盟它第3层最重要的含义呢，就是在于澳大利亚的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呢，它不仅仅是带来了这种武器升级的军事意义，它其实同时还使得整个印太战略得到了升级。什么意思呢？这个原川普政府时期的那个国家安全副顾问，就是那个中文非常流利的，被视为是打击华为的操盘手的那个伯明，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他呀，近日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水下作战能力呢，是北京的阿卡琉斯之种。”那么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其实信息量是很大的，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要害。我们过去和大家讨论过中共的一个核潜艇战略，就是说中共呢，它要想击垮美国，夺取这个世界霸主的地位，那么它就必须要拥有能够威慑美国本土的核打击力量。其中呢，尤其是以核潜艇所搭载的核弹头，是对美国实施2次核打击的最大的威胁。那么这里面的原因呢，它就在于中共呢，它无论是陆基核弹还是空基核弹，它都是很难突破美国现在已经建好的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呢，从理论上说即便是有个别的漏网之鱼，这种导弹它没有被拦住，它也只能够对美国造成一种局部的毁伤。而中共呢，它因为自己缺乏一个有效的反导系统嘛，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和美国去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那么中共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只有挨打的份儿。但是如果说中共它能够保证这个核潜艇在南海有着一个美国无法摧毁的深海基地，那么中共它就具备了对美国进行这种2次核报复能力。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构成一个足够的战略威慑，美国就不敢轻易的发动对中共的一个全面战争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目前中共唯一的能够真正威胁到美国全境安全的一个战略威慑的手段。知名学者陈小龙先生曾经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就说叫做中共的深海堡垒。我们换句话说呢，一旦中共武力攻台，那么美国将会不得不顾忌与中共全面开战，它有可能会引发一个核毁灭的代价，从而呢，美国就有可能会放弃台湾。那么如果说现在澳洲它在未来拥有了一支最先进的核潜艇部队，那么它就会意味着2件事情了。第一，就是美国呢将会顺理成章的在澳洲要驻军，美国也就获得了重要的核潜艇后勤的基地。第二呢，就是澳洲它也将会具备摧毁中共核潜艇在南海的这个深海堡垒的能力。就当前中共这种战略核潜艇的能力它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太平洋，其实它是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的。我们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如果说中共想要从东海方向
进入到这个太平洋，它就必须要经过第一岛链中的像宫古海峡、宗谷海峡或者是大隅海峡等等。那么这些海峡它早就被美国、日本遍布那个水下走廊的监听装置已经都是封锁过的。那么这些海峡呢，它其实也正是日本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它的监控活动的范围。而中共现在呢，我们看到它基本上都是选择了用南海作为核潜艇首选的出海的方向，就是出海进入到太平洋的方向。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一直都是美国在水下进行追踪、围堵中共核潜艇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如果说澳大利亚拥有了先进的核潜艇部队，光是澳洲的核潜艇部队，他们就有能力直接的把所有这些南海进入到太平洋的出口封死，而且呢，它还可以直接进入到南海去追踪中共的核潜艇。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一点就是，这种追踪呢，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会呈现一种叫做单向追踪。什么意思呢？就是澳洲的潜艇，它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追踪、封锁到锁定中共的潜艇，而中共它却无法反过来追踪澳洲的潜艇。原因呢，就在于中共的潜艇它有一个技术的差距嘛。即便是中共现在最新一代的094级的核潜艇，它的潜艇的噪音呢，也都达到了大概是115分贝左右。它相比美国的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只有95分贝左右的这个噪音，是要高了不止一个档次的。所以呢，这个三国联盟它带来的最大的军事效应之一，就是美澳两国呢，他们可以同时出手来弥补中共南海核潜艇战略的这威胁，就是这么一个最大的漏洞。这个等于在极大程度上遏制住了中共二次核报复的能力。如此一来，美国与中共全面开战的这个顾虑呢，它必然就将大幅度的下降了。形势它就会倒转过来，变成什么呢？就是将要轮到中共来顾虑自己要不要冒与美国全面开战的风险了，并且他就不得不就是掂量一下自己武力攻台的后果了。这个呢，就是澳洲的先进核潜艇部队，它对整个南海甚至是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力所在。它也是伯明为什么说这个 AUKUS 联盟击中了北京水下作战的这个阿卡琉斯之踵的原因。当然了，这个也是中共为什么立即的就跳脚尖叫，并且对澳洲破口大骂的真正的原因。好的，今天呢，我们比较深入的来和大家讨论了一下三国联盟在政治、军事层面对印太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呢有一点枯燥，希望呢能够对大家加深对这个三国联盟的理解有所帮助。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了。